30秒内3次打瘫对手，直接昏迷5分钟。周世明真的只会打完就跑的海盗式打法吗？这是周世明转战职业生涯最凶猛的一战，在33岁接近退休年龄的情况下转战职业擂台，被无数专家质疑，却在面对重拳闻名的尤克松一战上打出震撼中国拳坛的 KO，20分钟内没有过1秒钟停歇，全是狂轰乱炸。周世明身高1.64米，臂展1.64米，2次奥运会拳击金牌，3次世锦赛金牌。他是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拳击金牌的运动员。作为一个臂展和身高一样长的拳手，周世明完全算不上有身体天赋，但他那极致的海盗式打法却把臂展上的劣势完全转化为擂台上的绝对优势。然而当周世明决定从业余擂台转战到以 KO 为目的的职业擂台后，却被无数人质疑他的实力，甚至在训练时，周世明还因为过分依赖海盗式打法而被怒骂滚回家。所以即使周世明在出道后连续拿下了3场胜利，但没有 KO 依然被很多人看不起。而在他职业生涯第4位对手15胜11 KO 的尤克松更是堪称他的克星，坦克式的炮弹打法，每一拳都以 KO 对手到休克为目的的轰炸，让他每一场比赛都是以命相搏，不是被对手 KO 就是 KO 对手。在他的世界里，把对手打趴才是王道。所以即使这场比赛周世明是主场作战，但33岁他依然没有得到太多专家看好，就连现场也只坐了几百名观众。而比赛开场后，尤克松确实抢先打出了几个重拳，从他不顾反锁前冲重拳就能看出他想要前几回合把周世明身体轰炸得遍体鳞伤，但他完全低估了周世明的出拳速度和神出鬼没的走位。每当尤克松看准目标全力出拳瞬间，周世明就突然转身连续4-5个连击全部轰炸到尤克松头部，那悠然自得的神态和美如画的移动简直就是擂台上的幽灵。这第一回合尾段，周世明甚至差点击倒对手。数据显示，仅仅第一个回合，周世明就已经打出了110多拳。但周世明带给尤克松的噩梦还不只是这样。第二回合一开场，周世明甚至展现出鬼魅蛇形走位，连躲3-4拳。尽管尤克松继续贯彻着爆炸重拳的战术，但每一次出击都会换来周世明4-5拳还击。一整个回合对于尤克松来说，完全就是绝望的一回合。尽管在休息的时候，场边教练还不断鼓励地说：“你一定能赢。”但这种激励的话在这一刻显得更加讽刺。You can win, you can win, you can win。也许真的被教练洗脑，进入第3回合，尤克松那不顾反手一直前冲的重拳越打越凶猛，甚至在被机关枪式爆头重拳后还不断挑衅说完全不痛。但此时周世明真的已经从业余拳手完全进化成职业拳手了。两人第3回合都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骨头与肌肉强烈碰撞的对攻大战。在4、5、6回合，周世明甚至把进攻欲望拉到极致，一波又一波浪潮式的狂扑不断拍打在尤克松头部和身体。也许他的拳不重，也许海盗式打法还是会一直被人看不起，也许33岁年纪已经支撑不起长时间的高频率进攻，但这一刻他已经完全统治了这个擂台。而来到当晚高潮第7回合，机关枪式精准命中的伤害在尤克松身上逐渐展现。在1分钟时，突然连续2个直击太阳穴的摆拳，尤克松瞬间倒下。这是周世明职业生涯第1次击倒。尽管尤克松马上起身再次应战，但他那脆弱的身躯再也挡不住全场的欢呼以及周世明浓厚的战意了。短短10秒钟，周世明打出坦克式狂轰，再次击倒尤克松。而在连续2次击倒的伤害下，周世明的 KO 已成定局。这场比赛并没有任何头衔的争夺，只是周世明转战职业后的第4场比赛。也许他的生涯有污点有争议，但能在拿下2块奥运金牌后，还能在33岁高龄拿下这样一场比赛，真的应该拥有更多的掌声。这是巨鹿格斗，格斗给上对你优雅。我们下次见。